什么？陈经理好。 田经理，不行，我不允许我的团队里面出现这样的人。你现在就去给我打报告给张总，把问题说清楚。2个人当中必须走一个的话，我选谭笑笑走。写完以后拿过来给我签字。好。行吗？拿笔拿夹子。 哎，等等，怎么了？还是我自己去吧。钱经理。 请进。哎呀，你来了，我这会儿找你。找我啊？什么事儿啊？你有什么事儿？哦，是这样，我不在公司的这段时间里呢，公司内部发生了一些违规事件。据可靠消息，陶小宝和谭笑笑2个人已经逾越了正常的同事关系。 按照公司同事之间不能谈恋爱的这个规定，必须开除一个。太巧了，我找你呀，也正好是为这事儿。啊？哎呀，这个陶小宝，平时看起来挺老实的，没想到还有这些花花肠子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已经给人事打过电话了，开除陶小宝，下午办理离职手续。什么这？有什么问题吗？钱经理，是不是谭笑笑刚才来过？她跟您说什么了？他只是陈述了事实的经过。可事实的经过是，她勾引陶小宝换取业绩呀。你有证据吗？我认为笑笑是一个非常称职的员工，来公司这么长时间了，一直是兢兢业业，很有工作热情。倒是这个陶小宝，他以为他是来工作的还是来乱搞的啊？竟敢拿业绩勾引笑笑，占了别人便宜还倒打一耙，想把笑笑挤出公司。我怎么能够容忍在我的眼皮子底下发生这种龌龊的事情？这是道德问题，是可忍，孰不可忍？ 喂，你好。离职？我？小宝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对不起。没想到事情会发展成这样，不然我跟詹总去纠情，一定会有办法的。
为什么同公司的人就不能在一起谈恋爱？这太不公平了。算了，不值得。老板的话你也听见了，这是他的意思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别难受。如果2个人一定有一个要离开公司的话，我离开比你离开好多了。反正我来公司也没多长时间。再说了，我一个大男人，找工作很容易的嘛。啊，不哭，乖啊，没事没事。不过，你手上那10辆车的大单，不是下周就得签约了吗？不如，喂，你好。好，我马上过去。他们找我先过去一下。没事，啊。你找我？坐吧。你的解雇费用我已经帮你准备好了。谢谢。其实我跟钱总都不希望走的那个人是你，可是没办法，这是詹总决定的，对不起。你们不用说对不起，是我自己不争气。共事了几个月，钱总对你的潜力非常看好。而且你的销售业绩，我们也都心知肚明。只是没想到，你业务刚刚成熟就发生这样的事情，所以没办法。这个是钱总为你写的推荐信，希望你能够有一个好的归宿。钱总对我太好了，谢谢。想要得到这2样东西，还有个要求。要求？你说。出于对公司利益的保护，你必须留下预定那10辆汽车客户的信息。我本来想把它留给笑笑的。可是，这并不符合公司的规定。谢谢，祝你好运。进来，都办好了。幸好有你，我最看不惯这样的场面了。这什么呀？你现在最需要的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这么神神秘秘的。郝小宝的客户名册，你知道他为什么业绩那么好吗？据说他这名册是在猎头公司花不少钱买来的，上面非富即贵。作为一个销售来说，这个可是一个巨大的宝藏。最重要的是，他现在马上就有一笔10辆车订单要钱。客户联系方式都在这里面呢。这对我有什么用啊？我又不能从员工的订单当中提成。你不能，可有人能啊？谁呀？海勤奋。只要你把他招进公司来，只要他有了这个名册，他马上就能卖出去车。马上就能看见效益，多
两全其美呀，简直就上帝给你安排好的。你疯了吧你？你让我跟一个混蛋一起工作，啊？跟一个有妄想症的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你想什么呢你？你可想好了，你真的要去查封他家那栋破房子？就算你起诉他，这2个月之内，这法律程序也走不完呢。这2个月你这各种债务怎么办？别给我提周展明，你怎么知道他那股票稳赚不赔呀？万一有什么事儿，你们俩这婚礼到底是办还是不办？周总，周总，哎呦！看我们周总这小步走的，那叫一个清新呐！啊，今儿人逢喜事精神爽吧？你看你脸上有一大字儿，涨。什么乱七八糟，涨什么涨？说什么呢？你别装了，前段时间你不帮一些客户买了那个华研创展吗？我们当时几个还说你脑子进水了，结果啊，你有先见之明，今天涨疯了。对啊，翻了1番多，这回啊，你的业绩又上去了。不瞒您说，这钱只能用1个月，1个月之后必须还回账上。这不会是挪用了客户的钱吧？哎，周总，请客啊，必须的啊！请客啊！好嘞。老贾，尽快给我回电，我这边扛不住了。客户的股票疯涨，照这么下去，咱们挣的钱根本填不了这个窟窿。尽快。哟，这一毛不拔的铁公鸡呀，竟然也学会送礼了。哎，你不是欠人家钱吗？怎么还有钱？行了你，我又怎么了？这说，有什么事求我？不是，那个叔，没有事儿求您，我就是挺长时间没来了，来看看您。要钱的话，1分没有啊。爸，你怎么这么说话呢？不是要钱，就是秦风哥想来看看您，跟您说说话。哎，是，其实叔，我就是跟您有话说啊。好吧，有话快说，有屁快放。那个，小美和我，从小就是一块玩儿，然后玩的挺好的，关系也挺好，感情也好，然后越来越好，大家好才是真好。后来反正，所以我们就是决定，对不起啊，喂，哪位啊？你好，我是钱菲菲。那个我不太方便，我待会儿打给你吧。我就一句话，明天你到我办公室面试，今天晚上写份像样的简历给我，一会儿我会把我的传真号发给你。啊？嘿，我表达不清楚吗？同样的话我不会说第2遍。拜拜。不是，谁呀？嘿，还没说完呢，你们俩决定怎么样？好，所以我们就决定继续保持这种纯真的友谊。你这不是屁话吗？就你那点文化水平，还学会拽文了，还纯真的友谊。没拽，那个葛叔，其实这些年吧，您对我们家一直都挺照顾的，要不是您，我估计我爸去年那场病也挺不过来，是我自己不好，一直特别不争气，所以我也没好意思来看您。可是今天不一样了，因为我马上就有一份新的工作了。你？对，
刚才谁给你打电话呀？钱菲菲，就是那个我撞那女的，她说啊要给我找个工作，让我明天去她4S店里面试。啊？为什么呀？因为这样我才能还她钱啊。哪有这么好的事儿？我也不知道，是不是这就叫因祸得福吧？讨厌，早不打晚不打，关键是个添乱。你说什么呢？他不是看上你了吧？你想什么呢？他看上我，他见了我恨不得给我五马分尸了，还看上我，别瞎说哈。那可说不定，爱之深恨之切，女人的心难琢磨着呢。不行，我不放心你去，我不许你去。哎呀，你别闹了行吗？还有你啊，说好了结婚的，临了了又变卦，不带你这样的。刚才你不说是假结婚吗？假戏也可以真做嘛。小美，哎，你爸叫你赶紧走吧，啊！你等着，他要是欺负你，别来找我。菲菲啊，展明，你在哪儿呢？公司加班，还有点事要忙。展明，我把艾勤奋招到我们公司来上班了。啊？你先别不耐烦啊！哎呀，我也没办法呀，他根本就拿不出钱来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我今天见着他的时候，我都恨不得找一把机关枪，我把他给突突了我。随你便吧。哎，这话说的跟你没关系啊。行，我也不吵吵了，你早点休息吧，别累着。哎，明天别忘回家吃饭啊。爸知道你最近忙，特意做了你最爱吃的爆汁花椒黄，给你补补身子。那个菲菲啊，我这儿等一个特别重要的电话，那个就不聊了啊，拜拜。今天的例会，我要强调的还是销售额。店里的情况大家心里都有数了，少了一个人，但是少了一个人，并不代表你们的销售额就可以下降，反而还要提高。谁能把握住危机，谁就能赚到钱，明白了吗？明白了。听不见。明白。散会。哎，老夏，干嘛去？我去个厕所，好吧？啊。你说那老狐狸真上厕所了？连店里的汽车都知道，他肯定去问经理要那个名册。那怎么办？我怎么知道怎么办？要不然你也要去？我可没你那本事，我还指望着你们拿到手，我沾点光，你们吃肉，我喝点汤就满足了。
谁都知道你和经理关系最好了，我还指望着你能帮帮我呢啊！哎呀，我就怕他已经把东西搞到手了。不会吧？有事儿？经理，我一直计划着一个营销战略，想征询一下你的。啊？你知道的，我一向都对能够刺激销售额的计划非常赞同。啊，是这个样子啊，我这个战略叫新客户、新朋友啊，旨在把咱们公司的客户名单添加新的信息。我知道陶小宝走的时候是留下一个名册的。我建议，在这个名册的基础上，我们继续工作，建立一个透明的、人人都可以看得懂的公司客户数据库。辛苦我一人，造福全公司啊！哎，这个不就是陶小宝的？老夏呀，这个名册呢是非常重要的客户资料，我一直在考虑把这个东西给谁。你说要给你呢？就对其他同事没有办法交代。你呢，还是去其他的地方找你的新客户、新朋友吧。啊哈。这是你要的东西。老夏。好，那经理你考虑考虑，千万不要忘记我这个营销战略。我相信，我通过这个名册，我完全可以给公司带来更好的销售额。我也会比别的同事干得更加的出色。这什么呀？这个我也不知道该怎么界定它。它到底是爱勤奋的个人自传呢，还是他的简历？这么长的写作文呢？他，我刚收到的时候也吓一跳。当我以优异的成绩从幼儿园和学前班毕业之后，进入了区重点小学，就是在那里第一次看到了我的前途。尽管我的学习资质很一般，但是它激发了我销售的天赋。虽然那时候我年纪很小，但是已经懂得了和小卖部的店主搞好关系，能够买到比别的同学便宜1分钱的糖果。哎呀，你还笑啊？啊！我如果把这份简历交给行政部，他们肯定以为车祸把我脑子给撞坏了。你先别着急，你继续往后看，他有销售经验。啊，说到销售经验，我涉及到几乎所有类型的男用和女用的产品，从昂贵的法国和欧洲的香水，包括内衣、熟食制品，尤其是高品质泡菜。哎，我记得他后面好像有关于汽车方面的销售，你再看看。说到车辆的销售经验，这里真的有一个亮点啊！我收购了一辆125排气量的摩托车，我骑了它5年，由于做了一些机械上的改进，骑起来像250排气量的一样。我把这辆125排气量的卖出了250排气量的价钱。看来我们低估了招聘他的难度。他如果能找到1个月3万块钱的工作，那老夏的头发都可以烫卷了。还不出来？老夏，夏课收获的怎么样啊？什么收获啊？别演戏了啊！经理把淘宝的资料给你了吧？尽职有份啊，别多端。哎呀，咱俩平时关系不错，你也知道我们家的情况，好几口子人等我养活呢，你可得帮帮我啊！我说你们是不是太高估我了？哎，是奇怪了。哎，老夏，老夏，经理没把名册给你啊？不会吧？谁
知道她这个女人怎么想的？啊，她说这个名册她要考虑考虑怎么用，我看没那么简单吧？搞不好是不是想独吞啊？10几辆车的提成啊，多少钱啊？不是吧？他可是经理，按照公司规定，这经理不能跟销售抢单。老夏，你可别拿着名册不说实话啊！哎呀，老夏哪是这种人啊，对吧，老夏？啊？对，夏哥，都到了这个时候了，咱们现在应该合计到一起，是不是啊？不能让偏了他一个人啊，知道吧？对。先生你好。哎，你好。又来了。哎，今儿买车呀，还是找我们钱总啊？不买车，找钱总。啊。来了。早。走，坐吧。谢谢。我时间不太多，你的那个简历呢？首先呢，我得谢谢你给我这个机会。你看，我都让你的肉体受了创伤，还得让你帮我找工作，我心里其实真的是万分矛盾，但是也无可奈何。简历我拿来了。我上次给你的那份简历啊，我觉得写的不太详细。我昨天晚上又认真的写了一份更详细的，你看一下。又写一份。爱勤奋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傻呀你？没有啊。你诚心是不是？没有。你这个车开不好，生意做不好，连人品都有问题的人，你竟然把我当傻子一样玩啊！你有话就直说，我怎么把你当傻子了？好。你过来。会写正字吗？符合的就画一笔。应届本科毕业生，大专以上文凭，成人函授本科，成人函授大专以上，销售专业、广告专业，在4S店从事过销售1年以上工作的，从事过有关汽车行业服务专业的，英语4级以上。你怎么不画呀？你是不会写正字，还是笔不好使啊？你说的这些没有一条符合我的呀。爱勤奋，你一项都不符合，你敢让我帮你找工作啊你？啊？这什么？这么厚一沓子，是自传还是简历呀？你凭什么让我给你找工作呀？我是没有什么学历和经验，我高中毕业，可是我社会经验丰富啊，我比那些应届大学生我经验丰富多了。我这么多年，我那些阅历和经历，我觉得是我的人生一笔财富，而且我在推销这方面有独特的风格。你够独特的你，我怀疑你是不是个男人。你要是个男人，你但凡有点能耐，你都不会混成这样，你都不会在这儿待着，你掉头就走。你可以对我心存不满，我也给你添了不少麻烦，但是你没有必要侮辱我的人格和智商。对不起。怎么了？就他还说他有智商，他是智障。我不能走。你干嘛你？我今天来就是为了让你把工作给我，让我挣钱还给你的。我的个人情况就这样，也改变不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必须冷静下来，好好想想怎么解决这个问题。
钱小姐，我告诉你，但凡我要是有别的办法，你以为我愿意低三下四来求你吗？你以为我愿意看你的脸色吗？啊，这都是被逼无奈。你在威胁我是不是？你给我放下！拿去扔了。我不是威胁你，我是在给你分析眼前的这种困境。你怎么着帮我度过这个面试，然后我成为你的员工才能赚钱，然后你教我怎么卖车，我才能把钱还给你。爱勤奋，我上辈子我是不是欠你的呀？是我欠你的，我上辈子欠你的，我这辈子欠你的，我下辈子可能还会欠你的。娜娜，你把门关上。来，你坐着，就按你说的办。啊？怎么办？你别问了，你老老实实坐着，好好听着，能背就背下来，啊，省点劲儿，省点体力啊。学历。大众市场培训，钱总，这学历稍微差点意思。我们公司从来没有录用过函授大专的员工。这个我知道，但他的经验还是很丰富的。你看一下，都是在大企业做过的推销员。也有在广告公司、保险公司做过客户服务，还有过一些客服经验。我主要是看中他读过大众市场培训课程，能很好的为公司开创一些新的客户群。最重要的呢，是他有一个很好的推荐信，他曾经工作过的单位老板都对他的人品赞许有加。为人呢也比较稳重，刚走的陶小宝不就是因为为人不稳重被公司给辞退的吗？公司缺人。我这儿呢，也是压力很大。好吧，但是公司有规定，如果是破格录用的话，得有担保人。你看，我担保，出了什么问题，我全权负责。好，去办理入职手续吧。谢谢您，谢谢您。不客气，不客气。谢谢。这小伙子挺有激情的。谢谢啊。哎呀，于大姐，今天有空来了。哎，你好。这是我们的全新高尔夫旅行轿车，全景天窗，智能空间装载系统。而且现在直降5万，等于就是打9折。先生您好啊，好，您需要买车吗？是的啊，这个之前跟你们艾经理约过的。哦，找他的。好的，好的，您稍等啊。好，要不看您是老客户，我根本就不告诉你。来，您看看里边，空间非常大，真不错啊。艾经理，那边有一客户非得让您过去看一下车。哦，你照顾好于大姐啊。哎，于大姐，我先过去一下啊，您看着啊。好。您好。哎呦，刘总，哎呦，您来了，你好。看上这款车了？是啊，太有眼光了。今天早上刚刚到店。上回您说您女儿要买跑车，我正想给您打电话，您就来了。来，好，我们上车体验一下。您慢点啊！我跟你说，这款车双门4座硬顶敞篷，绝无仅有，全世界限量200台，我们店只有3台，白色就这1辆。您要订赶紧订，而且我跟你说，一键式启动，这个全景天窗在25秒之内，唰，全部是全自动的收进这个后备箱尾箱里，而且收完以后，空间还有205升，您觉得怎么样？谁让你上去的？开车。快点！哎，
对不起啊，您看您的，这款车不错啊，您多看看。在这登记啊。什么时候能追回去？我今天就在这儿等他，我就不信他不回来。有什么可以帮助您的？蒋生呢？不过也是来讨债的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你没看那边一排都是贾总的债主，欠我4000万。他人呢？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他昨天携款潜逃了，一夜之间卷走了8000多万。哎，非法集资，我们老板都快急疯了。他欠你多少？那边有一个欠了4000多万的。哎，我真怕他会跳楼啊！混蛋！哎，至于？你明天上班去？啊？真的假的你？废话，不是，那女的真就答应你了？嗯，就你去卖汽车去？我怎么了？买不起车，他还卖不起车啊？行啊，兄弟，甭管怎么说，这是一白领啊，可以，牛。嗯，哎呀，这女的肯定穷疯了，真的穷疯了。怎么说话？你想啊，他那老公不是特穷吗？是吧？连这结婚的钱都是这女的出的。我跟你说，他要不是说逼到一定份儿，他绝想不到这一款。那男的吧，我见过，长那样就挺招人讨厌，但是穿戴打扮不像是没钱。这你就不懂了。就如今啊，咱眼巴前这帮人，外表那叫光鲜亮丽，实际都是怂蛋，80%吃软饭，真的。嗨，管他呢。展明，哎，展明，想什么呢？来，尝尝这菜，啊，尝尝。怎么样？是跟平时不太一样。都是我亲自做的。我说呢，真不错。怎么老李今天没做呀？他不干了，走了。走了？被人家花了5倍的价钱把墙角挖走了。以后啊，就你钱叔下厨给你做饭了。哟，那您这人要是天天做的话，这身体盯得住吗？嗨，盯不住也得盯住啊，上哪儿找人去啊？再说了，现在也请不起人呐。你看，就这么一饭店，每天生意那么不好，开销又那么大，还要发那么多人的工资，再赶上你们这结婚呀，乱七八糟那么多事儿，我看呢，这店早晚得关门。阿姨，这结婚呢是我们自己的事儿，您不用操心。关门这倒不至于，最近展明啊，股票狠赚了一笔，怎么着也有个7位数，以后不会亏待你们的，您放心。7位数啊，哟，那就是百万富翁啊啊！哎呀，展明啊，你这股票那么好赚啊，哎，什么时候帮阿姨买一点，让阿姨发发财呀？阿姨，别想那么好，这里头也有风险，没有菲菲说那么好赚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不管赚多赚少，都会孝敬你们的。哎呀，行了，咱赶紧吃饭吧，啊？啊，吃饭。产猫，等等你哥，这会儿他快回来了。哼，我哥最疼我了，饿着我比饿着他自己都难受。知道就好。也不知道那个钱小姐会不会为难秦奋。哎，爱慕啊，你们学校要不要临时工啊？我和你爸可以去干的，不能让秦奋再这么辛苦了。妈，其实有件事我一直没跟您讲。什么？那300块钱学费，我哥替我交了。啊？
我告诉您，要不这辅导班我不去了，那么多钱也不一定有用啊。艾梦，你说什么呢？清范，你回来了。跟你说了多少遍了，坚决不能有不上学的想法。你可是咱们家的希望，哥发过誓要把你培养成最优秀的设计师，你忘了？清范啊，你妹妹也是心疼你呀。就是嘛。哎，你应聘的事儿怎么样了？我也气得都忘了。看看我带什么回来了。油焖大虾，还有鱼、红烧肉、大鸡腿儿，快吃吧。你工作找的怎么样了？你不说，我们吃不下了。哎，看看这个。哟，儿子，你今天应聘成功了。嘿。哎呦！考了，晚哥。妈，真得谢谢人家钱小姐，要不是她呀，我做梦都想不到能找到一份这么好的工作。哎呦，儿子，你撞了人家，人家还给了你这么好的一份工作，他可是你的贵人呐！啊，是挺贵的，不过真得好好谢谢她。哎，行了，这回可以踏踏实实吃饭了吧？吃饭，快吃吧，饿坏了吧？哎，你就这么走了？你也不多陪我一会儿？我还有事儿。每天就你忙。哎，我问你，咱们的股票什么时候抛啊？我听说最近股票市场特别火，你是不是想多赚点儿？我把你叫出来就是这事儿。你刚才吃饭时跟阿姨说什么呢？什么我就挣了7位数了？我拿她钱了吗？你看到了吗？早就跟你说过，股票这东西就跟打麻将一样，你说它有，它有；说没有，马上就没有。没到手的钱那不算钱，知不知道？哎呦，气死我了！哎，你别生气啊。行，我走了啊。哦，你别生气。艾梦，我那红衬衣你给我洗了，我今儿可要穿啊。没有，放心吧，儿子，妈准备好了啊。好了。哎，别着急啊。慢点。哎，妈，我哥第一天上班，你也不给做点鸡蛋？走了。哎呀，真帅！儿子，加油！勤奋，好好干。哎，走了。慢点啊。经理没来呀？哎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没迟到。你们没有发现今天有什么不对劲的吗？怎么了？咱们经理一向是很重视时间观念的，他从来都是提前半小时到，可是今天没有到，并且新来的销售人员应该来提前报到的，哎，也没有到。老夏，你是说经理跟那个新来的销售关系不一般？这可是你说的啊，我什么都没有讲。老夏，夏哥，都知道平常你跟邢真的关系最好了，那他肯定给你透露了什么吧？快跟我们说一下，那个人什么来头？啊，这个嘛，我是知道一点啊，但是他的学历和工作经验我不知道。
我只知道他是属于破格录用。破格录用？难道那个女人又挖了一个厉害角色过来？秦楚南，我看这个人要是这么厉害的话，你的风头要被抢喽。他要真比我厉害，这业内早就露出风声了。笑笑，还是多担心担心自个儿吧，不要往里动啊，不要往里动。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陶小宝的那个名册，我怕咱们3个人被他们2个人的小圈子给挤掉。到了吗？没有，所有销售人员都在等你开会，怎么办？他白痴啊！他是迷路了还是被别人拐骗了？第一天上班就敢迟到。别着急了，你先看这个吧。怎么寄这儿来了？你不是怕寄到家里让你那个后母看到，又兴风作浪吗？哎呀，我都给忘了，就那个丧门星爱勤奋给闹的。先开会，一会儿让他好看。我跟你们讲啊，我这个时间可是标准的北京时间，新闻里对的哈。哦，开会。钱总啊，今儿不是有一新销售吗？怎么没见人啊？这啊，是经理安排这个新来的艾先生去谈别的生意去吧，所以说就不用参加这个会议了，是吧？我看呀，没那么复杂，应该第一天上班迷路了吧？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。好，人都到齐了，我向大家介绍一下。哎呦，大家好，我叫艾勤奋，艾草的艾，勤奋的勤，勤奋的奋。这人挺……哎呀，这特像我们家楼底看春风那老大爷。哎呀，爱勤奋，坐回去。挺会挑地儿啊，边上坐。我现在正式介绍一下，这是我们公司新来的员工艾勤奋。从今天起，他就是我们团队的一员了。希望大家能够团结合作。好，坐下。哎。不要笑了，不要笑了啊！现在开会。今天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，守时。
要知道，一个杰出的销售员，守时是业绩的前提，没有守时，就永远不可能创造出漂亮的销售额。第二点是，由于意外事故，前一段时间我没有能够参加工作，所以我们必须要加紧步伐，从这灾难性的1个月中恢复过来。所以我要看到你们的承诺，你们的业绩，明白吗？什么事儿啊？这打电话。对呀，真的今妙啊！赵总，你听我说啊，是这么回事。我就是周转，稍微周转一下，我顶多半个月就还给您。我是这么回事。喂，周总，您开会呢？那我晚点打给您。好嘞，开个屁的会，骗谁呢？姐，周经理，有位叫齐娜的小姐找您。谁？齐娜，她在会议室等您呢。我真的不知道早上的公交车那么不靠谱。你放心，我保证绝对没有下次了。不用废话，迟到1次，月底会扣的。啊？这就开始扣钱了？拿着。什么呀？爱勤奋，你给我放机灵点儿。这本产品手册，你今天晚上必须给我背下来，2天之后最好倒背如流，不然的话。扣钱是吧？嗯，知道就好。你可以走了。你是听不见呀，还是对我的指示有所不满啊？啊，不是，我是想跟你商量一下，咱们能不能跳过这个步骤，直接往后进行？爱勤奋，我告诉你，别刚一开始工作就想着走捷径。你就算是想一口吃个胖子，也要看看你是不是那块料啊！啊！我没想走捷径，我这不是就想快点进入工作状态吗？赶紧挣钱，然后还你，这也有错吗？再说了，人家买车的人啊，早就把汽车的性能摸透了，还用得着我介绍？卖车的讲究的就是推销技巧，虽然没干过，但是你别以为我不懂。好，既然你这么胸有成竹，那你跟我来。什么关系？这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名册。不错嘛，终于知道问题的重点在哪了。知道有什么用？重点是要找到、拿到。去，苏珊娜来了。哎，娜姐，勤奋人呢？我还要给她介绍一下咱们周边的环境呢。不会是被经理训话呢吧？不然呢？你也想进去被训话？哎呀，娜姐，你怎么老是跟我过不去呀？人家就是好奇嘛。周总，这点小事情还让你亲自来弄啊？帮你搞好了，好吧？好啊，那麻烦你了，谢谢。不客气。不用看了，没有你们要的东西。名册是没有，可是经理也太过分了吧？
居然给他准备了这么多销售资料。咱们当初来公司的时候，有人给咱什么材料吗？不，没有，这是违反公司规定的。从头开始，当时所有人都跟咱们说，自己拉客户。哦，他这是想让咱们窝里斗啊。 不好意思，这2天太忙，把什么都给忘了。不用这么客气啊。知道你不会打给我的，幸好那天那家店的服务员知道你是做什么的，我就上网搜了一下，找到这儿了。太聪明了。哦，对了，我今天来呢是有点事情，想请你帮我托管一笔基金。 工作这些年也攒了点钱，早就想投资了，可是一直不敢把钱给那些不认识的人。幸好那天遇到你，就是怕你觉得这个案子太小不肯接。嗨，老同学嘛，还那么客气干什么？什么钱多钱少？这还少？行，先放在我这儿。 我研究研究，过2天给你电话。太好了，中午一起吃饭吧，我请你。哎呦，一堆事儿等着我呢，干我们这行的哪有资格吃午饭？那一起吃晚饭，不可以拒绝我。这些钱放在这儿，你总得允许我贿赂贿赂你吧，要不然我晚上睡不踏实。这可是我全部家当啊！搁到我这儿。 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现在你就把我当成客人，给我展示一下你的销售技巧。展示就展示。您好，小姐。停！我说我是女的了吗？那你还是男的呀？现在是模拟训练，我说我是男的，我就是男的。行行行行。 先生您好，麻烦你给我介绍一下这款车的性能。先生是这样的，这里是一份用户手册，您可以先阅读一下。不好意思，我不识字。你诚心是吧？客户都像你这样，车还怎么卖啊？爱勤奋。 我就是想让你知道，什么样的客人都有，你不能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去考虑问题。我现在就是让你给我介绍这款车，你能不能说出来？你如果说不出来，我马上去找别人买。行，那你听好了啊。新款 EOS 外形奔放动感，而又不失内敛优雅，独具特色，让人耳目一新。当然了，创新的 CSC 硬顶敞篷系统才是这辆车最大的亮点，一键式启动。 整个车顶可以在短短的25秒之内全自动的收纳于车门，即便是处在折叠状态，后备箱的容量仍然有205公升。自从全新 EOS 诞生的那天起，驾驭不再是一种从起点到终点的跨越，而是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。怎么样，先生？如果您还有什么问题，我可以为您详细的解答。 再一次的证明我的怀疑是对的啊！这个艾勤奋和钱菲菲关系不一般啊！是我先怀疑的好不好？你看他们俩打是情，骂是爱的，这个女人表达起来爱情就是这个样子的。我就奇了怪了啊！你说这女魔头不是有男朋友吗？听说还快结婚了，她怎么就对这男的是猛放电啊？ 哎，
你这个问题啊，要给谭笑笑啊。他不是说他这方面的经验比较充足吗？啊，对呀。哎，笑笑，笑笑，哎，人呢？哎，啊，春楠，来了一个客户啊，帮我打一下招呼啊，我去一下洗手间，好吧？好。老夏，都会孔融让梨了啊，谢了。坏了！哎，你什么时候有时间吃饭呢？我这忙着呢，一会儿再说。不好意思。哎，怎么这样啊？这人把话说完就把电话挂了。现在呢，我是带着孩子来的。我想要一款适合居家旅行的车，你有什么可以推荐的呢？您好，女士啊，或者是先生，居家旅行的车，我为您推荐这款。爱勤奋，作为本店的销售，你是不是应该先介绍一下你自己，再介绍你的产品呢？很荣幸能为您服务，我是本店的销售代表，我叫爱勤奋，请问您有什么需要？老夏，夏哥，你有什么东西要印吗？要不要我帮你？我们之间就不要再搞这一套了吧？难道你真打算把偷来的客户名册自己独吞吗？年轻人做人要厚道。这个名册本来就是陶小宝给我的，我只是来拿回属于我的东西。属于你的东西，别昧着良心说话了。陶小宝就是因为你丢掉的工作，他会把名册留给你